我是沈旭的暗卫，却一直在暗中觊觎他。当他从云间跌落，眼盲之后，我偷偷将他捡了回去。他问我到底想要什么，我红着脸说道：“属下只想摸一摸您。”我带着他隐居山林，以夫妻相称。后来他哄着我说道：“夫人真的只想摸一摸？”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的主子是沈府的主人，新皇登基后，他是风头无两的天子近臣。深夜，沈旭独自一人进了宫，等他回来时，却是被人抬着，2条血痕从他的眼角缓缓流下。他中了毒，双眼再也不能视物，官职也被卸了。所有人都不敢说发生了什么。醒来以后，他遣散了府里的所有人。都散了吧。他坐在廊下，眼上蒙着白布，平淡地说道：“能拿多少拿多少，各自活命去。”13临走前扯我胳膊，15，走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等着给人陪葬？我盯着那道瘦得快要脱形的影子，没动。13急了，他如今废了，宫里那位明显是要赶尽杀绝，你不走，等着一起被清算？你先走吧。我甩开他，我另有点事。13奇怪地看着我，最后无奈地翻身上马，冲进了夜色里。临走前，他说：“你真是个傻子，但祝你得偿所愿。”随着他的离开，偌大的沈府彻底空了。我绕到后院矮墙，悄无声息地翻进去。他还坐在那里，姿势都没变一下。才几天功夫，那身原本合体的衣衫空荡得厉害。我放轻脚步，一点点靠近。离他还有3步远时，他警惕地偏向我，厉喝：“谁？”没想到他瞎了以后，耳朵倒比从前更敏锐。我不吭声，又往前挪了一步。他侧耳辨着我的气息，眉头微微一蹙：“15。”我心跳漏了一拍。府里有32个暗卫，他竟然能在这样的情况下认出我。你怎么还没走？他声音里透出极淡的疲惫，要和我一起死。我盯着他苍白瘦削的脸，喉头控制不住的一滚，咽口水的声音在死寂里格外清晰。他脸一沉，精准地看向我站的方向，我好像听到了咽口水的声音。您听错了。我矢口否认，声音有点发干，属下这就走。只是想从府里带件东西走。他扯了下嘴角，那弧度量的刺人。呵，这府里你还想要什么？拿去便是。我走到他面前，俯下身，温热的呼吸喷在他脸上，他不适地往后避了避，眉头锁得更深。15，就是现在。我一记手刀精准劈在他颈侧，他闷哼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声，身体就软了下去。我也没想到，为了他练的功夫会用在他的身上。我一把接住他瘫倒的身子，打横抱起来，轻了太多，硌得人心口发酸。对不住了，主子。我抱着他熟门熟路绕到后门，塞进早就备好的简陋马车里。官兵快到了，只能先得罪了。主要是我怕他再多说一个字，我就没胆子干这大逆不道的事了。马车颠簸着冲出京城时，我心里就一个念头：值钱的，这沈府最值钱的，可不就在我车上躺着呢？我觊觎他实在是太久了，从在街头被他带走的那天起。可他就如同天上的明月，而我如尘埃。沈旭醒时，我们已经到了清泉村。我租下的这处小院带着半亩薄田，院里有棵老槐树。原想着这里等我退休了或许用得上，没成想提前派了这等用场。我正抡着斧头劈柴，隔壁阿宝蹲在旁边看，小娃话多，叽叽喳喳问：“林姐姐，为啥你家都是你干活呀？你相公呢？”我甩甩震麻的手，信口胡诌：“哦，我夫君身子弱，我舍不得他干重活。”阿宝眼睛眨巴眨巴，满脸羡慕：“林姐姐你真好，我以后也要找个像你相公那么好看的。”我欲言又止地看着他：“孩子，你是个男娃娃啊。”话没说完，我后颈汗毛蓦地炸起，暗卫的本能让我猝然回头。沈旭扶着门框站在那里，不知听了多久。白布条已经被解开，那双曾经洞悉一切的眼睛空茫地对着我的方向，没什么表情，却莫名让我觉得脖梗发凉。你夫君，他慢悠悠地开口，身子很弱。我手里的斧头差点砸在脚面上。
求生欲让我连滚带爬地窜过去，凑到他耳边，压低声音急急解释：“主子，只是权宜之计，外面的官兵还在搜呢。”他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冷气，没搭理我，自己摸索着转身又回了屋。阿宝吓傻了，小声问我：“林姐姐，你相公生气啦？”我抹了把脸，心力交瘁：“他脾气不太好。”阿宝乖，先回家吃饭去。打发走小孩，我关紧院门，做贼似的悄悄蹭进屋。沈旭靠在窗边的榻上，闭目养神，阳光落在他脸上，照得皮肤几乎透明。主子，来了几波追兵？他忽然开口，我心里快速过了一遍，7、8波吧，都被我避开了。他极淡地叹了口气，像认命，又像嘲讽，也罢。我觑着他脸色，小心翼翼试探：“那主子，您暂时不寻死了吧？”他避开这问题，反而问：“那孩子为何叫你林姐姐？”属下本名林夕，其实我被卖掉之前的名字叫林二丫，可是我不想让他知道。有次沈旭坐在湖中亭，念了一句林夕身隐处，空翠湿人衣。我蹲在荷叶下，默默念了许久。林夕，林夕。在无人知晓的角落，我有了新名字。他沉默片刻，声音低了些，跟着我，连名字都丢了，恨我吗？不恨，我答得没有半分犹豫，盯着他淡色的唇，心跳得有点快，是主子给了我活路。那年，若不是您把我从人牙子手里买下来，我还不知道会被卖到哪里去。那时他还是京城内最精彩绝艳的公子，白衣胜雪。他站在我身前，递给我一个热乎乎的包子，等我狼吞虎咽地吃完，低头问我：“你想做什么？”我看着他说道：“我想变厉害，变得很厉害，就能帮你。”后来我进了暗卫营，和其他人一起争夺那仅有的几个位置，拿命去拼，拿生死去搏。最终我成为了暗卫15，从最底层一步步爬上去，离他越来越近，近到能看清他的面容。他听完，嘴角弯起一个极淡的弧度：“你的报答就是觊觎我的身子。”我被他一句话噎得满脸通红，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放，只能干巴巴地道：“主子，您渴了吧？我去倒水。”刚慌乱转身，他却叫住我：“林夕。”我顿在原地，这是他第一次叫我名字。主子，你有何吩咐？以后叫我沈旭。既说是夫妻，称呼上就别露了破绽。他语气平静无波，好像是在说一句无关紧要的话。我呼吸一滞，回头看他，他脸上什么也瞧不出，仿佛刚才那句话只是我的幻觉。我和沈旭就在清泉村里这样留了下来。村里人都知道，村子的东头搬来一对年轻小夫妻，丈夫虽貌若天人，但是个脾气挺大的瞎子。娘子勤快，模样也俊，就是太护着他夫君了。但凡别人说他一句闲话，他就握着镰刀死死地盯着你，吓人的紧。沈旭起初只是沉默地待在屋里，后来渐渐会摸索着在院里走走。我不放心地跟着他，他被地上的石头绊倒，我急忙去搀扶他。他的手搭在我的胳膊上，我上下打量他有没有受伤，看他无碍，我的心才放下。可我才松一口气，他就说道：“我如今是个瞎子，给你添了许多麻烦，是吗？”我摇摇头，才意识到他现在看不见，赶紧说道：“怎么会，您对于我永远都不是麻烦。”沈旭没有说话，松开了我，转身慢慢回到屋子里。看着紧闭的门窗，我扭头就开始干活，将地上无论大小的石子都一一捡了干净。在月色中，我用柔软的棉布将所有尖锐的地方都包裹住，等检查完各个角落，我才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。殊不知，沈旭躺在床上，一直睁着眼，一直听着窗外的动静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让我意外的是，沈旭很快就适应了这里，除了空洞的眼神，几乎看不出他是个瞎子。我怕他闷，有时砍柴回来，会和他一起坐在屋檐下，给他讲外面的事。村头离沈家的猪生崽了，生了2头呢，可把他高兴坏了。西边山上的野柿子熟了，挂了好大一片，阿宝那小孩馋得不行，爬上树去摘。如果不是我刚好经过，肯定会摔个嘴啃泥。他很少搭话，只偶尔嗯一声，表示在听。我不介意，只要能坐在他的旁边，我就很满足了。在家里，我包了所有的活计，砍柴挑水，洗衣做饭，甚至还试着跟村里热心的大娘学种菜。
只是我追踪杀人的手艺还行，种菜确实没有几分天赋。大娘摇摇头，委婉地劝我换个活计，比如养点鸡鸭也是挺好的。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，害怕还养不好，就在集市上买了一只肥硕的老母鸡先喂着。虽然凶得很，但一天能下一个蛋，我也就忍了。直到那天，我砍柴回来，看见它拄着根竹竿，站在鸡圈前，望着里面唯一那只老母鸡。我放下药篓走过去，怎么了？他面无表情，伸出自己的手，他啄我，上面有一个淡淡的红点。我看看他黑沉沉的脸，再看看那只高高昂着头路过的母鸡，没忍住，噗的一声笑出来。他脸一沉，准确无误地看向我这边，虽然我清楚他看不见，但还是立马捂住嘴。我撸起袖子就往鸡圈里冲，赶着您等着，今晚我就拿它来炖汤，给您补身子。我气势汹汹地冲进去，弄得灰头土脸，才把那只鸡逮住。拎出来时，头发上还沾着2根鸡毛。一抬头，却见沈旭面对着我的方向，嘴角极轻微地向上弯了一下，稍纵即逝。我愣在原地，我好像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他笑过了。晚上，鸡汤的香味飘满了小院，我给沈旭盛了满满一碗鸡汤。他安静地喝着，我就坐在对面看着他。在偏暗的灯光下，他长长的睫毛垂着，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。鬼使神差的，我伸出手想碰碰他的睫毛，指尖刚到他眼前，却被他倏地抓住手腕。他手指冰凉，力道却大得惊人。做什么？他问，声音听不出情绪。我脸上莫名的烧起来，支支吾吾，有只蚊子。他沉默着，没松手。我的心跳声大的自己都能听见。过了许久，他才慢慢放开我，淡淡道：“吃饭。”我埋头猛喝鸡汤，再也不敢抬头看他，也错过了他早已泛红的耳垂。夜里躺在床上，我盯着墙面，隔壁就是沈旭的房间。我摩挲着手腕，那里被他握过的地方还在发烫。当初我说想摸一摸您，是真心的，可现在真碰着了，又慌得想逃。第2日，我轻手轻脚地洗漱完，沈旭的房间还没有动静。我走到沈旭的门前，正犹豫着要不要喊他时，村里的春娘来约我一起去县城里。等到了城里，太阳早已经高高挂起，道路的2边全是各种摊子。春娘兴奋地拉着我来到买首饰的摊子，我扫过去，正好瞥见摊子后的锦绣坊，心头一动，对一旁的春娘说道：“春娘，我去后面的店里看看。”她正在对比哪朵头花更好看，听完头也不抬地说道：“好，你先去，我等会儿就来。”走进店里，就有小二迎了上来：“这位小娘子，你要买点什么？”我环视了一圈，问道：“店里有男子的成衣吗？”有，在2楼呢，您跟我来。将2楼所有的衣服都看了个遍，我都没有看到合适的。小二介绍的口干舌燥，无奈地说道：“小娘子，您到底要买什么样的啊？”我不好意思地看着他，实在抱歉，但还有其他的吗？店里所有的男子成衣都在这儿了。我喃喃自语道，可我觉得这些都配不上他。他也累了，声音略大了些，难不成还是天上的神仙？我心里有些失望，但也只能离开。临走前，一位老者叫住了我：“小娘子稍等，或许店里有一件是您想要的。”店小二一愣：“掌柜的，那可是我们店里的镇店之宝啊！”老掌柜乐呵呵地说道：“说不定这位小娘子就是他的有缘人呢。”我带着一丝好奇跟着他走到3楼，只一眼就看见了那件月白色的衣衫。掌柜，我就要它。我转过头，坚定地说道。掌柜送我出门时问道：“小娘子，老夫冒昧问一句，你这是为谁买的？”“买给我的夫君。”我走出店后，春娘也选好了自己喜欢的头花，美滋滋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。她好奇地问道：“西姐姐，你买了什么啊？”“买了一件衣服。”“啊，这里的衣服可贵了。”等我们回到村里，我刚进家门就看见沈旭站在院子里。他听见推开院门的声音，朝我这边微微侧过头。“夫人，你去哪儿了？”我一哆嗦，手里包着衣服的布包掉在了地上。“住！”就在这时，他偷偷给我做了一个手势，我心神一凛。“有人！”
我蹲下身子，神色如常地将地上的东西捡起，朝他走过去，快步走到他的身边，扶上他的手臂。夫君，您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他自然地将另外一只手搭在我的上面。阿西久久未归，我实在不放心，出来等等你。我扶着他朝屋内走去，正好里面走出来一个人，这个村子的李正。我不解地看着他，李正，您来我们家有什么事吗？他说，没什么，想着马上就要过冬了，过来提醒你们一下，记得准备过冬的食物和柴火。我们这里地方偏僻，往年一下雪啊，出都出不去。我感激地说道，多谢李正的提醒，我马上就去准备。您先坐会儿，我去做饭，您等会儿就在我家用饭啊。他摆摆手，拒绝道，不用了，我还要去村的另一头呢，有些人家还没有准备，我去看看。等将他送出门外，我才关上院门，松了一口气。沈旭还站在屋檐下等我，看着他被风吹动的衣袍，我盘算着要给他做一件厚实的斗篷了。第二日，我将洗干净的新衣递给沈旭，主子，您今日穿这件吧。沈旭一摸上去，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，皱眉问道，你昨日去县城，就是为了给我买件衣服？我挠挠头说道，也不算，只是刚好碰见了这件，觉得适合您。他沉默片刻，才开口，以后不用为我做这些。我愿意。我脱口而出。他手一僵，不自在地扭过头，我对你也没有多好，何必？我瞪大了双眼，我可不允许任何人侮辱主子，他自己也不行。主子就是最好的。我掰着手指一件一件数着。您给我们买新衣，给我们改善伙食，不会让我们杀人放火。您每个月都会找遍理由加月例，否则我现在也是养不起您的。我在心里默默补充道，最重要的是您给了我们一个家。沈旭听完，许久没有说话，我就在一旁眼巴巴地瞅着。你出去吧，我要更衣。等他出来，便换上了我为他新买的衣衫。恍惚之间，我以为又看见了站在京城高桥上的公子。天气越来越冷，斗篷刚做好，沈旭就染上了风寒，夜里发起了高烧。等我发现不对劲的时候，他面上泛着不自然的红晕，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。我伸出手覆上去，好烫。主子。他的双眼颤抖几下，还是没有睁开。我看看他，又听着窗外的雷雨声，咬咬牙冲了出去。主子，您坚持住，我去请郎中。在暴雨之下，沈旭一语道，林夕，别走。等我冒雨赶到郎中家，郎中已经睡下了。听到我的请求，他皱着眉说道，不去不去，这雨太大了。我丢下手里的伞，掏出袖中的钱袋，哀求道，求您了大夫，我将所有的钱都给您。看到我狼狈的样子，他终究于心不忍。哎，松开我吧。见我还不放手，他又无奈地说道，你不放，我怎么去拿药箱啊？我将钱袋里所有的钱都给了他，他才带着药箱跟我一同回去。回到家里，沈旭还是昏迷不醒。大夫摸着胡子，给他诊完脉，又在他身上扎了几针。看那长长的针扎进去，我捏紧手指，打了一个哆嗦，忍不住说道，轻点。他瞪了我一眼，你夫君都没说疼呢。我小声反驳了一句，他现在又没办法说话。大夫又开了几副药，嘱咐我白日2副，晚上1副，2、3日就能有所好转。谢谢大夫。我们二人交谈时，沈旭也悠悠转醒。我连忙扑到他的床边，喜道，沈旭，你醒了。他的长睫轻轻颤抖着，虚弱地说道，不是让你别去吗？我一边探向他的额头，一边说道，我没有听到啊，就算听到了，我也会的。大夫走过来，看看沈旭的情况，见没有大碍，于是就准备告辞。临走前，他说道，这位郎君，你真的娶了一位好娘子啊。沈旭轻笑出声，我知道。他的声音不大，却重重地砸在我心上，一时慌了神，明明知道他看不见，却还是站了起来，不敢看他。我去给你熬药。等我从厨房回来，沈旭已经半躺着坐在床上。听到进来的动静，他抬起头看向我这边，主子你醒了。他抬手掩住咳嗽声，说了多少次叫我沈旭。阿西。我一个机灵，
吓得差点将碗打翻。可沈旭却无半点不自然，甚至还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我努力平复心情，朝那边走过去，无事。等他将要一饮而尽，额头又起了一层薄汗，我用手帕擦净，让他躺下休息。很快，他就沉沉睡了过去。我不放心，坐在一旁守着他。半夜，沈旭突然浑身开始打冷战，冷，好冷。看着他痛苦的模样，我退了外衣，钻进被子，将他发抖的身子抱在怀里。不怕不怕，我陪着你。他下意识地往热源靠，将脸埋在我的颈窝。阿西，我在。阿西，我在呢，别离开我。不会的，只要你叫我，我会永远站在你这边。我抱着他，一动不敢动。后半夜，他终于睡得安稳了些。天蒙蒙亮时，我轻手轻脚想起身去煎药，刚一动，他却像是受了惊，双臂紧紧地箍着我，轻声一语：“别走。”我瞬间僵住，再也不敢动。他抱着我，头枕在我肩上，呼吸渐渐均匀。我看着他熟睡的脸，也陷入了沉睡。窗外天色由青转白，鸡鸣升起。沈旭眼睫颤了颤，缓缓睁开眼，扭过头，嘴好像擦过什么，随即便察觉到身边的异样。他的身体猛地一僵，我感到动静，也迷迷糊糊醒了过来。看到沈旭的脸色恢复了正常，直接扑了过去。沈旭，你终于醒了。沈旭低下头，感受到怀里的柔软，不自觉地环住那人。辛苦你了。等我清醒，才发现这姿势着实有点不对劲，连忙起身。对不起，我冒犯了。可沈旭却将头靠在我的肩上，语气淡淡地说道：“说冒犯，你早不知道错了多少次。”我僵在那里，丝毫不敢乱动。沉默许久，他说：“阿西，我们成亲吧。”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沈旭就定下了我们的婚期。我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我们这是不是太快了？”“不是，怎么就要成亲了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他松开我，好整以暇地靠着床榻。当初是谁觊觎我的身子？我没底气地承认，是我。是谁把我带到这里？是我。是谁昨天抱住我睡了整整一夜？还是我。我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急急解释道：“但是那也是因为你生病了啊。”沈旭轻轻地拢上自己散开的衣衫。可我还是被你摸遍了，你不对我负责吗？我瞪大了眼睛看着他。你这话对吗？所以怪我？许是感受到了我的震惊，他忽地笑了起来，伸出手将我重新拉入怀中。都怪你，你这般好，我怎会对你不动心？说着又在我耳边哄道：“难道你真的只想摸摸我吗？”看着他的脸，我咽了咽口水。做什么都可以。他唇角一勾，为夫眼盲，自然一切由阿西做主。好，我们成亲。事不宜迟，第二日趁着天气晴朗，沈旭便要我带他去城里一趟。我给他系上斗篷，不解地问道：“你现在身体还没恢复，我们去城里做什么？”他握住我的手，温声说道：“自然是去做婚服。”我脸一红，挣扎着想要离开他的手心。这人怎么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？可也不能真的松开。我牵着他离开了院子。来到城里，我带着他来到锦绣坊。掌柜正坐在柜台后喝茶，他对我还有印象，立马起身相迎。小娘子，今日要买点什么？说完又看向我身旁的沈旭，不自觉地赞叹道：“真是一位俊俏的郎君，和小娘子实在是相配得很啊。”沈旭听到这话，紧紧握着我的手。听到我们的来意，掌柜不解地看着我们：“二位不是已经成亲了吗？”我正欲解释，沈旭以含笑开口：“当日太过仓促，未曾好好置办，如今自然要给夫人最好的。”掌柜恍然，连声贺喜：“理应如此，理应如此。”等量完体，商量好样式，掌柜将我们送了出去。二位，半月后来我们店里取就好了。多谢掌柜。就在等婚服的时间里，沈旭说要为我做一枚发簪。他拿着刻刀的时候，我提心吊胆地看着。沈旭放下手里的雏形，将我揽入怀里，薄唇附上我的额头。别担心，你夫君如今也不是那么无用。
我心疼地抹撒着他出现细痕的手，谁说你无用了？盯了许久，我才勉强放心地去山上。我背着柴火回来时，院门口正停着一辆马车。虽说这马车看似朴实无华，可这马却不是哪户人家都养得起的。扔下柴火，抽出藏在腰间的软剑，想也不想就冲了进去。沈旭，可当我冲进去，就发现沈旭正在岁月静好地刻着手里的发簪。一位少年趴在沈旭的腿边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老师，说好的等事后我就来接您，怎么一眨眼您人就不见了？想到这件事，苍崎就觉得心酸。他年少登基，根基不稳，老臣们都不服他，甚至还盯上了他的老师，使得二人在朝堂上十分被动。那天深夜，老师索性将计就计，让人以为他被厌弃，从而让大臣们放松警惕，开始后续的计划。可老师的眼睛却是实打实的瞎了，等他去接人时，却发现人去楼空。说好的遣散所有人，怎么老师也一同不见了？他暗中派人去寻，却每刚找到就被人打晕了，想起来就是一把辛酸泪。派出来一队，就折一队。老师，您不想进宫，您和我说啊。沈旭不着痕迹地扫了我一眼，我心虚的想要偷偷溜走。此时我也明白了这人是谁。阿西，过来。听到沈旭的声音，我只好绝望地转过身，朝他们走去。沈旭又对苍崎说道：别哭了，臣还想再多活几年。苍崎只好委屈巴巴地在另一边坐好。他看到我，好奇地问道：老师，不知这位是？我扯嘴角，我是害你接不到老师的始作俑者。我刚想跪下说我是沈府的下人，沈旭就自然地说道：我的夫人林喜。顿时我的脸就感觉到灼热。沈旭，你胡说什么？难道不是你说你想？我飞速捂住他的嘴，崩溃地说道：闭嘴吧，难道光彩吗？苍崎眨着一双清澈的眸子，不理解地看着我们，但是对于老师的话一向言听计从，直接起身对我行礼，原来是师娘。我慌忙去扶，陛下不可。苍崎坚持要沈旭回京治眼睛，沈旭却没有答应，苍崎便留在了这里。他的侍从纷纷劝阻，他却不在意地说道：老师和师娘能住，我住不得。一连待了几日，苍崎红着眼说道：太医院的院守肯定有办法，老师您就跟我回去吧。沈旭刻簪子的手没停，陛下，臣如今生活在这里也挺好的。苍崎急了，如儿时一样缠着他的老师：老师您就答应我吧。锦绣坊的伙计将婚服送了过来，我端着他们走进院里，看着二人说话，站在门口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沈旭叹了口气，放下刻刀：陛下这是要逼臣，朕只是担心您的眼睛，您就当是为了师娘，也得把眼睛治好啊。我心里一动，看向沈旭，他沉默片刻，终于松口：好。京城如今已经一片安宁，沈旭的眼睛需要长期治疗，我们回到了沈府。太医院守每日都来施针，我就在一旁守着。治疗的过程很痛苦，每次施针后沈旭都会浑身冷汗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握着他的手，守着他。3个月后，沈旭能看见模糊的光影，我高兴地流下了眼泪。他第一件事就是拉住我的手，仔细端详我的脸。阿西，一直都那么好看。我红着脸抽回手，难道你以前还记得我长什么样子？他轻笑，不是任何人都能近我的身，只有你。院守在一旁尴尬地咳嗽：沈大人，该施针了。阿西，等我眼睛好了，带你去看江南的桃花。我握紧他的手：好。半年后，沈旭的眼睛基本痊愈，他却给苍崎留下一封信，带着我离开了京城。坐在马车上，我靠在沈旭的身上问道：陛下不会怪罪吧？他一手牵着我，一手拿着书翻看。不会，他只会一个人躲着偷偷哭。那等我们回去的时候，给他带礼物。好，都听夫人的。离京前，我们成亲了。苍崎想让宫里的知娘为我们做一套新的婚服，被我和沈旭拒绝了。我靠在他的肩头，眯上了眼睛。我们在江南开了间书院，他教书，闲暇时我也会带着孩子们学些腿脚功夫，强身健体。一个小孩问沈旭：
夫子，你打得过师娘吗？我叉着腰想把他拎走，沈旭就拿起书敲他的额头。我家夫人才不会打我。我们偶尔会收到京城来的信，每次看完沈旭都将他束之高阁。陛下又催我们回去。我正给桃树浇水，头也不回。那我们要回去吗？他从背后抱住我，下巴搁在我肩上。回去，但不是现在。春风拂过，桃花瓣落在我们交握的手上。现在夫人可奔波不得，等到来年春日，我们再回吧，正好让陛下见见他的小师妹。春日正好，我懒洋洋地靠在他的身上。好，你去哪里我都陪着你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